这咋回事？这黑了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哎，来。大家好，幸会，我就是范闲。我知道你们此刻在想什么，所以我事先声明一下，大婚已经结束，今日不收贺礼。当然了，各位最关心的还是内裤的亏空。这我话也说在前面，内裤欠债，无论是于法还是于理，都应该我来还。若是如此，这还叫我们不是白担心了？你仔细想一想，若真是这样，他把我们弄这来干什么？就是。再听，各位就又要疑惑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又何必把大家从京都请到这儿来呢？这红尘之中啊，每过一段时间，都会诞生一个超越时代的奇迹。这奇迹有时是人，有时是事，甚至有时可以仅仅是一个观念。观念是什么？观念大概就是个念头吧。念头吧。人生在世，若是能亲眼见证奇迹的诞生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？所以我请各位来，就是想把这份幸运亲手的传递给各位，让各位都能亲眼见证到奇迹的诞生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说一下，让我叫一下。那位问得好，这奇迹该叫什么名字呢？谁问了？请看，没错，正是裤债。裤债是这裤债？裤债？谁的裤带？什么裤带呀？说的是债，还有欠债的债吗？是裤债。各位，那么这裤债又是何物呢？咱们顾名思义，裤是内裤的裤，债是欠债的债。这所谓裤债，便是内裤欠债。怎么样？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。回来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，这几日费了些力，把第一批裤债给印出来了。这每一份债券都代表着内裤的一份欠债，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，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。当然了，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，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。咱们就挑最重点说，拥有了它，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裤的欠债。什么是拥有欠债？就拿这张来说吧，这张是5000两，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，买得了内裤的债主之位。表面上你是替内裤还了5000两的亏空，实际上将来内裤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这债券可以交易，可以流通，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。这谁不明白？这还是比我们拿钱不亏空吗？没错，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了，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怎么个竞价呀？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，人家出6000两，这债权就归了人家。够狠的，不止2000万。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？自愿购买，先到先得，售完为止。还自愿，傻子才买。就是来吧。各位可能还要问了，那我花钱买了债券，补上了内裤的债务，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要想回答这个，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，手段高超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
什么是财富？这个就是财富。哦，财富就是银子？自然金银都算。不对，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，而非财富自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，大概1两，差不多。能换多少米啊？2担左右吧。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，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呐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在我庆国，1两银子大约能换2担精米，这便是衡量的标准。小范大人，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大人威震北齐，自然是少年英雄啊，是吧？在北齐那边，1两银子只能换1担精米。你看，同样是1两银子，在北齐和在我庆国，价值就不同。北齐与我大庆交战，大败亏输，米价自然会涨啊。没错，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你们身在北齐，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？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，并无此忧啊。答对了，大庆国运昌隆、长久治安，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。所以啊，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，更是与国运、国力息息相关。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？那自然是国运昌隆，军民臣贤。那就对了，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。由此可见，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。各位，不妨放眼未来，若你们持有库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远投资，稳赚不赔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个，好啊！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！宇哥，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小范大人一番话，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啊！对。哎，各位，这小范大人是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国之重臣呐，既在监察院，又掌管内库，啊，人家都开口了，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？哎，小范大人，您那个什么库债，我出200两，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哎呀，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，尽心竭力做了这么多，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大人，我买500两，现在就买。那我们大家都买那我就300两。群情激昂啊！小范大人，什么欠不欠债的，我们这样都不用还，是吧？我们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怎么想的呀？你们是不是没太听懂啊？我懂了，国运系于大人一身，支持大人，责无旁贷。大人，您是没懂我呀，我捐5000两。看来是真没懂啊。换人，下半场。来，喝。换他了，这是又来。诸位，饭菜都还可口啊，有什么不爱吃的您跟我说，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颠排一样。这谁呀？好像是犯死者。他不是犯错了，不在京都吗？找死吧你！在这儿呢。哦，
不认识。行，到这儿就行，下去吧。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本人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。听说今天这边啊，商贾云集，来了很多大前辈。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哥，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，刚刚这一席话呀，真是醍醐灌顶，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说的实在太好了。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他这是怎么长的，里头装的是什么，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？他这么一番话呀，他讲财富啊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，而是国力，是国运，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我觉得呀，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，研究研究，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，已经非常感动了啊！还可以再震一点，再感动一点。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，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。你请说。那我就问了，这内裤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？自然是皇家的产业。皇家的产业。那内裤的钱是谁的钱？那便是皇家的钱。那内裤的债务，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。说得太好了。那您各位想一想啊，如果您各位把这裤债买到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？咱往好听了说，谁买了裤债，谁就是为圣上分忧。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别出去传去啊。那您各位买了裤债，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？是不是？还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，买了裤债，出去再做生意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同样的买卖，他是找您还是找那个没有买裤债的人啊？所以这裤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。要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阁下所言极是，裤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，所谓人存证据，小范大人这般风采，谁不敬仰啊？您说人存证据？人存证据，人亡政息。各位是怕，如果我倒了，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。还请小范大人解惑。别问我，问他，后半场全看他的。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。人存证据啊，人亡政息，什么意思呀？人要是没了，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，那各位扔进去的钱，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。这句说的对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你们请看。想必大家伙也知道，是吧？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，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4个大字送到了府上。我就问一句，京都这么多家名门，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皇上亲自手书送了1块匾？有吗？没有。小范大人独一份。我再问问，这4个大字怎么念呀？百年好合。什么叫百年呀？100年，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100年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，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吧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
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来人呐，把匾请回府上。多谢诸位。诸位，该说的、想说的，我们俩都说完了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想赶回京都，怕是有些晚。各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苍山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城。关于库债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，售完为止，全凭自愿。这小范大人说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。哎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告辞。哎，一会儿晚上见啊！回去。什么呀？我看这帮商贾都往那个外边撒鸽子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我说拿一看看。是不是给京都传信了？山上的事儿，得让京都的人知道。那为啥呀？这个他们自己不就是老板吗？那买不买库债自己还说了不算。无根之木，岂能立足？你的意思，他们背后都有根？废话。那我把他放了。你这就不许拉他了啊！你这。范司者，你还真行啊，还能上台说话。那可不，姐，哎，我这么跟你说，范闲那套厉害归厉害，我都没听说过。但你得这么想啊，我要是都没听说过，那帮商贾们能懂吗？啊，你说范闲拽那些个词儿，什么国运吧，又财富吧，那些那商贾们根本就不明白，能打动他们的就俩字儿：皇室。你还得意起来？那不该我得意吗？说得意吧，其实还欠点什么，反倒是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我本来以为啊，把皇上一搬出来，他们吓得就把钱全交了。那可是你说，要是把消息传回京都，怎么了？库债这事儿前所未有，我怕他万一他要是触犯国法，可怎么办呀？那没事儿。那就好。下半场是你说的，军无戏言也是你讲的。要真出了事儿，拿你交差不就完了？啊！还不能憋着这个呢吧？我可是帮他呀！哎呦，这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们俩现在关系还不错。对，肯定不会。库债嘛，怎么能算犯法呢？当然算了。什么库债？我大清立国以来，从未听过此种事物。这逆子胆大包天，还什么分担皇室债务，属实荒唐，国法难容。正所谓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要我说，先把范闲押回来，然后我这上书也抹掉。家风不正，没脸做官，回儋州养老算了。沈院长，别睡了。你在发火，喊我做什么呀？库债这事儿，你总得有个看法。
我看不了。瞎了。内库财权不在监察院的监管之内，管不了。没说内库，说库债。新鲜，没听过。确实新鲜。库债一事，自古就未听过。依照大清的律法，也没有库债这一条啊。可若是治罪下来，也无法可依呀。这新鲜事儿，二哥怎么看呀？回太子的话，臣现在还在闭门思过，没陛下召唤，连门都不敢出，更别提善论朝政了。哎，说说无妨。无法可依，无理可循，但凭圣才而已。诸位都到了，请随我来。哎，陛下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那你带我们去哪儿？后花园。深更半夜后宫花园，做什么？班花儿。侯公公，哎，你确定这是陛下的旨意？范大人，老奴有天大的胆儿，也不敢假造陛下的口谕呀。这是闹的哪一出？就是班花儿。就咱们几个人吗？那下人呢？陛下早就有旨意，这一片儿啊，不许宫内下人靠近。哎，范大人，您辛苦。这赏菊大会每3年举办一次，之前都是在悬空庙吧？确实如此啊。这也不是什么珍贵的花，为何让我们亲自送过去啊？陛下喜欢啊。陛下是想告诉我们，这赏菊大会啊，他很重视。那为何要在此时告诉我们这些呢？我记得往年的赏菊大会不是这个时候啊。改期了，啊？改到何时？就在近日。改的什么日子，还要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小范大人从苍山回到京都。啊？这赏菊大会为何要等范闲回来呀？陛下是这么说的。也就是说，陛下重视赏菊大会，但何时召开，要等范闲回京都。殿下，您说的没错。陛下是想提醒我们呀，赏菊大会重要，范闲更重要。会不会留在京都没有带出来？我亲手拿下马车放进房间的，这么大个箱子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？箱子里是什么？神庙里的东西。神庙里带出来的？神兵利器吗？如果佩奇确实是绝世神兵，缺东西，主体没了，其他东西一样都没有少，唯独少了一个箱子，那说明对方至少知道它是什么。知道这东西的人可不多。谁？大人，是有人。好身手，我都没察觉。走啊，收好板儿。是。
师。哎呦，京统领，哎，你们不是回营了吗？黑旗军令守在苍山，保护提司。影子，王启年挺警觉啊。闹了半天全是检察院的，你们跟这儿团建呢？何谓团建？我们家新词儿多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老师，您怎么来苍山了？不是你在这儿吗？小范大人，你是不是丢东西了？你在我门口偷听，我觉得是武大人。什么意思？他一直暗中跟着你，就是想跟武大人交个手。小范大人，你得了武大人的亲传，我们两个交手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别动啊，动我就毒死你。那没事了是吧？啊，应该是没事了。走，就当我们不存在。那你也当我不存在。神神秘秘的。走啊，老师，都到苍山了，上我那儿吃宵夜去。跑错了，这边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去江南追查一个杀人案，凶犯到了京都之后，又找不着人了。两种可能，要么就是武大人，那另一种可能呢？有人把这个凶犯在京都给藏起来了，连检察院都查不到痕迹。当然，有这般手段，京都能有几个呢？这也是线索。来苍山陪你待几天，这案子透着诡异，回京都就朝着这路子往下查。我本来想有了结果之后再见你，我在暗处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媳妇那肺痨啊，让你给调养的差不多了。回去之后呢，一天一粒，药吃完了，病根就出了。百年好合，陛下想看，我也想看。要不您告老吧，我养您。胡说八道！我认真的。行了，把宗师隐藏在京都，我要是不把他挖出来，我寝室呢？不是，哎呀，别唠唠叨叨了，赶紧给我生个徒孙儿。长大了，我教他用毒。回去了。那您答应我，别玩命。放心，我比你怕死。五竹说：“箱子是你拿了？跟我来。你一直坐在这儿，就没人发现你？也是。你是谁呀？说。”影子好像对你很感兴趣，一直想跟你交手。没兴趣。
你到底在找什么？这里边有东西。小姐当年苍山住过，我娘藏的，本来该毁了，就像这箱子。这是我娘亲自毁的，为什么？遵循法则，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。谁的法则？神庙的？应该是。应该？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全毁了？他又为什么留下这3个？超越时代的物品，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。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错误。错误？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所以我那些记忆，难道是来自神庙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复述。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，修好它，你拥有扭转命运的3次机会。怎么修？去江南，去3大坊。这3大房就是内库的根基。这谁不知道？内部前生根基就是3大房。往年那些新奇货物，都是从江南出来的。我问你们，3大房如今在谁手里啊？当然是江南的名家呀。名家向来以长公主马首是瞻，他们真能把3大房交出去？名家即便是富甲江南，也不能抗旨吧？抗旨是肯定不会。交什么？怎么交？这都是讲究。你我都是做买卖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么来说，范闲接管内库，前景不明啊。没错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。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，他将来拿什么还呢？所言极是，绝对不买。那咱们睡一觉就走。谁买谁是王八。对，谁买谁王八。王八，来，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。3大房里到底有什么？连这都能修？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。江南总是要去的，我娘的产业，我得替她拿回来。当初为什么不把这2个放一起啊？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？小姐把这留给你，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它。为什么？当神庙改变命运，未来亦将留下烙印。这句是真没听懂。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，未来岁月，你终将去往神庙。这有点过于违心了。我等你到江南，到那时，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。用这个对付大宗师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未必。什么意思？有这个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？没错。大宗师也是人，
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我像正常人吗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，那不成了妖怪？差不多。宫内传出消息，陛下要范闲回京都共赴赏菊大会。负债的事，陛下没提。哎呦，你听说了吗？赏菊大会的事。赏菊大会无关政事，邓范闲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。对，没错。诗词歌赋、雕虫小技而已嘛，他终归担不起内库的大任呐。对，您这是？我得去个茅房。我呀，早上起来得遛个弯儿。哎，请便，回见。哦，对，这。哎，你不是去散步了吗？这是你们家茅房啊！我也佩服你，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？小范大人，刚才师傅的5万两一定给我留着，我现在就回去取钱，今日就能返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怎么说的？这王八这个，哎，这王八他买到库债了，告辞。行了，擦手。哥，我怎么感觉这数不对呀？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，回家取了吧？我粗略的算了算，都不止2000多万两。数量有限，又有溢价，这都能卖完，多亏了你。内库债权都分出去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说到底，他们选择买库债，还是因为陛下要我赏花。陛下荣恩，前景无量，选择债务共担，这样一来，可以说，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。是，也算是一种投资嘛。只是，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，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国运与货币相连，这说明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。哥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，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？好像还有别的联系。
这些商贾们因为陛下器重你，所以选择相信库寨，相信内库的前景。所以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光是你，看重的是皇上，看重的是皇室的信用，是庆国的信用。没错，金银数量终究有限，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。对，不光是庆国，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。国家信用是财富，是货币的基础。那这之间缺什么呢？货币、信用。咱们出去，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。货币、财富，信用，财富。货币、信用。思哲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了新的世界。这小子啊，在商贾之术上还真是个天才。你俩都是。不一样，我有另外的技艺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。如果我俩交换，最起码在商贾之术上，我没他这悟性。这一点上，他比我强。那是好事啊。婉儿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。那是当然，陛下还等你回去赏菊大会呢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最后成事，还是他一句话。天子嘛，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中心。等赏花大会结束，咱们一起去江南吧。我也去。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3大坊，时至今日，仍是内库的根基。这些都是她留在世上的痕迹。我想，我应该和你一起看。那国家信用连结着货币，那平衡这两者，得需要一个铺子呀。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。那这种铺子该叫什么呢？你找把火铳，练练瞄准。你手稳，使好瞄准。保护范闲是个秘密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？你要敢打扰他们，小心我给你下毒。哎，你说，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？哎呀，他出现不出现，切什么磋呀？你不是他对手。胜负不重要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怎会不懂？我不是练武之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他的老师。那你把他当徒弟，还是当儿子？
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，我先回京都，你多加小心。如果武处真的是凶手，天下没有人能活命。徒弟还是儿子，不都一样？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。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买了把火铳。对呀。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己有兴趣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思哲呢？他最近恍恍惚惚的。啊，又来了。哎，哥，姐。来了，该走了。嗯，是该走了，都在等你了。不是姐，我那意思，我该去北齐了。去北齐啊？我跟哥都商量好了，娘也同意了。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？我想来着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什么国家信用、货币基础啊，我感觉这之间啊，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。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，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他必须开在北齐，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，百业待兴，正是好机会。我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铺子前所未有，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。往小了说啊，咱就挣点钱；要是往大了说，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。名字想好了吗？想了，哎，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。你看啊。那个卖米的叫米行，卖布的那叫布行。咱这个跟钱有关系，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，太粗俗了。钱它不就是银子吗？所以就叫饭行。那你提银子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，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，青史留名。名字可以再斟酌。那饭行不好，那要不叫闲行、弱行、折行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。哎呦，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这就叫做人生目标。对，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。大人，是禁卫。这就是赌我来的。黑旗候命，随时可以冲阵。哎，别，这可是禁卫，天子之师。不用担心，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，绝不会输。我担心的是这个嘛。老王的意思啊，冲禁卫可是重罪。院长交代，苍山一禽兽提司调遣，
推旗，只遵军令。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啊！这位不也是熟人吗？小范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公统领值守大内，今儿怎么出城了？陛下有旨，出宫办差。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。怎么着？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？陛下旨意，还请小范大人同行。我才刚下苍山就找过来了，消息这么灵通。在下只懂听旨，其他的真不明白。那怎么说？公统领带个路，我们后面跟着。不必劳师动众，只需小范大人一人作业。说是旨意，有圣旨吗？这么小？陛下口谕，该省要省。咱们这陛下呀，还真是勤俭节约。小范大人，请。小范大人，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。建于山崖，悬空而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悬空庙。这是庆国最早的一座，据说，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。虽说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，可只有真正的神庙，才是与众不同。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。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。当然。不然叫什么人间啊？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，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。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陛下说了，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。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？在下不知，都是领旨行事。每3年一次。
已成了惯例。要是有人图谋不轨，这就是机会。那自然是层层严防，滴水不漏。早年还有刺客，这些年没有，这里行刺比京都还难。这些是？他们都是悬空庙的工匠，向来如此。赏花大会之前，他们都要撤走，确保赏花当日没有闲杂人等。赏花之后，他们还要回来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上去。怎么都用铁链捆着？皇室重地，多加小心，总没有错。小范大人，就这儿了。这些工匠能回家吗？小范大人说笑了。3年赏一次花，就把这些人一辈子困在这儿了。事关陛下安危，总得有人受罪。小范大人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事了，先把差事办好吧。陛下说了，小范大人这盆要放在这边。就这差事，咱们这就回京都了。这上面有人吗？没有了。工匠走后，如今就是一座空庙。你看到其他人了？刚听到这上面有动静，脚步声，不算，就是足尖轻踩的声音。这也没有地方藏人了，会不会是飞鸟停留？也有可能。放心吧，我们走后就是禁军入场，必定会上上下下彻查一遍，不会有任何隐瞒。
好景色。皇室每3年赏菊大会都在此处，就为了这般景色。3年前，我还不在京都。小范大人容生之素，古之罕有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好。大人内息有些混乱。没事儿，我这功法有时不受控制，已经没事了。大人功法在下不便多问，但内息混乱，总之不是好事。该问问你的授业恩师。没人教，我自学的。这样自学。说句实话，小范大人，陛下对你真是没得说。赏花大会等一个臣字，在下闻所未闻。小范大人前途无量。公统领客气了。未来可期，更要保重身体。功法的事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多谢关心。小范大人未来可期，在下也想攀攀高枝。得，我又赢了。尝尝，尝尝。啊，你不是姐，你这不够嘞。输光了，不是，咱亲姐弟咱也得明算账啊。没钱了，不能玩了，再玩也没钱了。嫂子，你来吧，我让贤。还让贤？谁来都一样。来来来。媳妇，来。为什么锁着我呀？给我松开！聋了？小心我毒死你！我毒死你了！这里可都是你的人啊！毒死了，舍得吗？院长，您甭管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子呢？这是我下的令，别难为他们了。您要惯我？趁热吃。为何管我？吃吧。是武大人对我动的手？这个年纪啊，吃饭行事都要有节制了。这回回京都，我只办一件事儿，追拿凶犯。可是我有点不明白啊。江南这个凶犯已经查到了行踪，回到京都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监察院也查不出线索来。
是什么人在背后保护他呢？下回想吃什么，提前告诉我吧。院长，啊，您要干什么呀？给你送饭呢。您这也不像头一次玩的呀。以前生病不能出门，总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东西玩。来，咱继续。这是怎么了？让司车一早回来，去跟爹道别，说是要北上。所以现在是想走之前再玩一次牌九。不是他提的，是爹。爹主动说要玩牌九。嗯。爹这是不想让司车走啊。难怪，爹银子准备的这么足，一直输，一直逃。原来不是想玩牌九，是想留住他。真心实意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就想把人留在牌桌上。那是姨娘为什么劝他走？这点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我想，姨娘呢，也是想尝试着放手，让思哲能够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和历练。其次呢，最近京都许多风波都是因我而起。这个时候让思哲离开京都，未尝也不是一种保护。爹，我看牌也都发完了，要不就算了，再玩下去天都黑了。天黑就吃饭，吃完再继续啊。饭也别吃了，我还得赶路呢。不着急走，早晚得走啊。磨练过了。就够了。孩子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就让他去吧。那这样，爹，一局定胜负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就走。得，那您二老这又出局了，那这场还是得看咱俩。怎么个说法？刚不说了吗？我就玩这一把，这把我要输了，我可就走了。你输了你就走，那赢了，是不是还继续？那咱先赢了再说呗。而且赢了也没法玩了，你几位也没银子了。对，你这玩物丧志了。上次离开是为了避祸，现在没必要了啊！你这次回来确实长大了不少。我跟您说实话，我之前挣钱呢，是为了给您看的。我就是怕您觉得我是一个不中用的儿子，我就想着能让您骄傲一把，我就想着干点什么能让您看见。我看见了。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，这次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想在北齐开一个前所未有的铺子，想让北齐的国运和财富相连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其实是想追逐我自己的梦想。思哲是真长大了。好吧，就照你说的，一局定输赢。
曙光换人。爹，我是应该输还是应该赢啊？哎，嫂子，你这不尊重对手了？你这赢跟输是你说的算了吗？这我就赢了。行。这我就输了。嫂子，你能再来一遍吗？这。哎呦，嫂子，这是戏法啊！你这是？以前生病的时候，自己跟自己玩，练多手就快了。嚯，这，咱们刚才算开了眼了，这是。那我到底是该赢还是输啊？天下没有不散的赌局。爹，娘，这儿走了。爹和娘就拜托你们了。去吧。哥，我嫂子那招我会了，你让她教我。别看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大人，堵成这样，您坐里边吧，这外边灰大呀，怎么这么多车啊？这京都的大小官员呀，这会儿都赶着出城往悬空庙去呢。这平时上朝也没见这么多人啊。上朝的时候，那是分等级的啊，这低级官员呀都没资格去上朝，而这上朝的官员吧，有些也都走着，他不坐车，路上啊正好还能吃个早点。可是这要去悬空庙啊，大小官员都得坐车，所以就挤成这样了。上朝不是都有资格，赏花就都能去了？天下同乐嘛，当官的都能去。这话说的，天下都是当官的，老百姓呢？老百姓当然就不能去了。天下同乐，草民不算。有这当官的呀，替他们乐，连乐都得别人替吗？
要不怎么叫父母官呢？这操心的事儿太多了。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。别羡慕了，咱们走咱们的。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范闲范大人例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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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上这边走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，3品以下照直前行。这3品以上的路啊，不就是痛快？为什么我例外啊？陛下信中呗。不可能，要是依陛下的脾气，这会儿肯定让我跟官道上堵着呢。快，这朝着不对啊！大人别慌啊！有危险，我先撤了啊！我轻功好啊，求援方便呀。那我谢谢你啊，应该的。小范大人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叶仲。京都守备，您是叶灵儿的父亲。赏花那天谁负责护卫？自然是叶师兄了。叶师兄，就是叶仲，叶大人。京都守备叶仲，他是你师兄？亲师兄。我家师弟跟小范大人交过手啊，不算交手，就过了一招。小虐常夸小范大人身手不凡，不敢当。你跟我师弟过招，跟我女儿过招，不跟我过招，那岂不是瞧不起我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就一招。有九品没？能过招啊！真是后浪推前浪啊！撤！叶大人专门找我，就是为了试一招。借一波。你啊，一边待着去。啊！范大人，今日悬空庙，麻烦您多照看些。什么意思？陛下有旨，我等禁卫不得打扰赏花兴致，所以悬空庙方圆数里戒备森严，反而悬空庙内只有宫内守卫把守，人手不够啊。叶大人是觉得会有刺客啊？那倒不会，就是心虚。那叶大人何不亲自过去镇守？我必须去啊，但是人手还是太少。为什么找我？赏花群臣中能打的只有小范大人您了。洪四强、洪公公不去吗？那只有皇上知道，我也不好问呢。宫典宫统领呢？如果师弟还在，那就不必麻烦范大人了。叶大人，咱俩头回见吧。叶某任京都守备，掌城防军务。如果范大人不谋逆，咱俩见面的机会不多。那你就没想过，万一我不答应呢？想过。
什么意思？哎，听说小范大人欠债啊，一点心意。啊，如果没出什么意外的话，记得还我啊。还你？那没有意外不还我吗？谢大人干这种事儿，干得不多吧？头一回啊。那这是怕出了差错，影响前程？那不重要。那就是忠君爱国。这个有句话你知道吗？叫风什么啊，清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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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这些人都是我带出的兵，如果有什么差错，最惨的还是他们。有句话叫刮大风的时候，刮倒的都是一些无名之辈。风起清平之末。哦，对，就这句。这句不是这么用的，差不多就行啊。不够，等真出了事儿，再给我也不迟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范大人就是答应了。不过叶大人放心，赏花大会3年1次，4次平安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意外啊？大人，咱到了啊。行，找地儿停了吧。咱不是要进庙去赏花吗？懒得凑那热闹。再说了，站那么高，赏的还是花吗？不赏花，赏什么呢？哟，小秦大人，小范大人，令尊呢？嗨，家父宁愿在家午睡。嗨，范尚书上去了。应该是吧？哦，那应该啊，在内层。你怎么知道？陛下在最高那层，下面每一层各按官职爵位分排，井然有序，绝不会错。别怕，结实的很，摔不下去。大哥，小不点怕高？3年前还小，没来赏花，天知道，这么吓人。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你看我，哎，站得高才能看得远，才能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嘛。来，我不敢。哎，人各不同，不是所有人都想像太子殿下一样，总想着往高站。二哥也怕高？高不高的不重要，有摔下去的才好看。只要我站得够稳，没有人能让我摔下去。是吗？站得稳没用，得有人护着你。怕了。
感谢二哥救命之恩啊！好说。臣等恭祝陛下福寿安康，大庆国祚永年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人跟人呐，一层一层分的是真清楚，分的细才有机会往上嘛。就像小范大人说的，站那么高，赏的就不是花，而是这攀云之路，登天高台。大人，那走水了，走水了，走水！小范大人，你怎么还不去护驾？好啊，协助叶大人查清火源。是。陛下，臣范闲求见。陛下，有人放火。你放的吧？我是来护驾的。护驾？火呢？灭了。灭了护什么驾？臣担忧陛下安危啊！百姓，进来。我检查的仔细一点，一点火苗都不要留。您看这火折子。火折子，这火像是人为的呀。这火起的确实蹊跷，要是真有刺客，此处高悬崖壁，最难防范。哼，陛下还是回京都暂避一下。朕这一生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，一把没燃起的火，就给你吓成了这个样子。陛下一生遇刺43次，从未退。所以陛下今日旨意还是不退，还不服啊？完全不服。你这是抗旨？不是我想抗旨，遇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在场各位都想抗旨。我没有。陛下是庆国之主，也是万民之主，一人身系天下安危。如今悬空庙有自杀风险，陛下下旨不退，这旨意我等要是接了，才是对陛下安危弃之不顾。所谓忠臣，就是即便抗旨，也要护陛下周全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壮观呐！行了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陛下不妨问问几位殿下是否和臣想的一样。父皇，范闲说的不无道理。陛下一人系天下安危，不可不察。你们可是真能说呀！句句肺腑之言。奇怪，范建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儿子？回陛下，臣在儋州长大，无人教导，野蛮生长。你前半生受了不少苦，但是你自打到了京都，可谓是意气风发，所以长辈不欠你什么。陛下说了算。好了，别再拜朕的姓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吃酒赏花。来，我们喝上一杯。
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把李承则禁足了半年，满意了吧？我哪敢？去，和他喝一杯。殿下，你我之间不是私怨，该满意的也是国法，并不是我。你我之间总要做个了结，等着那一天，来日方长，指日可待。陛下，那喝完了。有刺客！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快保护陛下！保护陛陛下！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，抓着他，我倒要看看这兄弟二人是不是痴呆之徒。守好陛下！你草率了。有刺客！快去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陛下，怎么范闲一个人追过去了？你怎么不关心朕的安危啊？陛下气运如钟，自然有惊无险。可我儿子……别担心，近卫封山，范闲不会有事儿。可是，来，陪朕赏花。
小范大人，你不累啊？行刺之后不躲进山林，还想回京都？没想到小范大人追得这么紧。我说的是回京都，你不反驳，说明你就在京都。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我顺着你便是了，何必反驳呢？你说的没错，刚才那句我纯属胡扯，但你现在这反应，我反倒认定，你确实一直藏身京都。重要吗？近卫的包围你了若指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不想伤你啊。你是四姑剑的弟弟。你的毒烟用完了，3支弩箭用完了，头上的银针也用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一把匕首，你还想如何呀？近卫很快就到，时间来得及。范闲，你的真气怎么突然乱了？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有些麻烦。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？刀上有毒，解毒啊？是什么毒还不清楚。之前呢，臣曾经去过范府，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、经脉逆行的状况。回到太医院，臣查了不少的医书，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，造成了内息逆行。这一战
小范大人真气失控，遭受了外伤，又中了毒，这每一样都是要命的，更何况急于一身。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？臣确定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，让那个人消耗真气，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。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，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。同样真气的人，是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啊，那就难了。那你就陪葬吧。啊，陛下。看你自己的命吧。这位就是范府嫡女范若若。借一步说话。若若姑娘，你懂医术？我哥教过我。那你会解毒吗？不懂。治真气逆行呢？不会。那你怎么救他？我救不了他，能救我哥的只有他自己。我能做的只是让他醒过来。那姑娘准备怎么做？我哥跟我说过，有一个刺激神志、让人清醒的穴位。那这个法子你之前对多少人用过？一个也没有。啊？这也太冒险了。如果不用针，能醒吗？那就不要犹豫了。散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自己人无妨。范闲醒了，他亲自开口，原话是：要3处冷师兄入宫。好。刺伤范闲的白衣剑客消失无踪，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在京都。你继续查。那个人是四顾剑的弟子。陛下的眼光不会错的。九品上的身手，躲在京都监察院却丝毫不知。虽有蹊跷，我要找出答案。
禁卫布防他都了如指掌，您觉着这代表了什么？有内贼！我查了此人的案卷，结果呢，一片空白。这不合理。这般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文册留存，所以我怀疑监察院内就有刺客内应。和四顾剑有关的文册，只有各大主办和我有权调用。或许内应之人就是监察院主办。院长，我想暗中调查。怎么抛我？抛开了，什么人都有可能蒙匿，唯独院长不会。为什么？院长心中自有大义。继续查吧。是。师兄今天没服毒啊！哎呦，这不幸亏没服吗？那不然耽误大事了。小师弟，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就能解。那匕首上用的是硝石矿脉之毒，那是东一城的风格。刺客是四顾剑的弟弟。你管他谁弟弟？我先给你解毒啊。东一城啊。用毒路数虽偏，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信师兄的。这是内服，我现在给你外服，我得现磨啊。并未解毒，怎么会呢？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。侵入肺腑，这怎么治？其实做个手术就行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剖开伤口，清理肺腑。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？这开膛破腹，人不就死了？什么都不做，也是等死。这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谁能胜任呢？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。我来。我的手是最稳的。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。婉儿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陪着你。有几成把握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自己都没把握呀？不试试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得试试啊。动刀吧。等等，动刀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。你说。慢点，慢点。手术床啊，无影灯，什么？全面消毒。你们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这都要开膛破肚了，
最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。哦，好。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啊？肉眼看不见的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别废话了，按我哥说的做。好。躺下。小师弟，我用焚毒伞擦了很多遍，又用避秽香也是熏了很多次，按照你说的都清理干净了。你说的那个细什么的应该没了，药好了。马千子不行啊，会睡过去。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？不能睡。具体怎么手术，我得指挥。你自己不行吗？可我只划过水果。师兄，用格罗方吧。这个从古至今啊，从天到地，就没人敢这么用过。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。你得给若若擦汗，她才是主刀。哥，开始吧。哦，没事儿，开始吧。别紧张，小心。哥，没事啊。你怎么一直不动呢？你竖过来。你手挺稳的。我只划过水果。没事，足够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，不知道怎么下。我靠，早知道给你找山猪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哥。继续。他要是困，现在回去睡吧。范闲救了他的命，他怎么能睡呢？我不困。娘，大表哥他没事吧？血啊！吉人自有天相吧。老爷，喝点茶吧。我不喝。
你听听你的声音呀。哎，烫！没事。老爷，如果担心，就去宫里看看吧。不可，他可是你儿子呀。人在宫中，无照莫入。儿子都不行，就是儿子才不行呢。那么多太医，为什么让若若去治呢？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哎，烫！这怎么了？陛下口谕，范闲有伤，不宜打扰，请太子与诸位先回宫，他日再来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开膛破肚了。那范闲他，小范大人在乐。乐？他都被开膛了，他乐什么？他笑什么呀？用的格罗方，那是迷药，估计是出现幻觉了。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截图，止血，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。别紧张，哥信你。好。缝上？用什么缝？用针。那用什么线？用棉麻线？桑皮线。桑皮线怎么做？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，用内部经络做成线，缝于皮肉，最终长成一体，像这样。那具体怎么操作？先让若若用心医治，事后再详尽告知。哎呀，是我疏忽了啊！你赶紧先救人，先救人啊！婉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你还是原来好看啊？图书馆，冰淇淋，下课了。那哥们儿，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到，咱们一会儿。陛下，陈院长求见。班主任来了。陛下，弄咋这白嘞？什么意思？坏坏的孩子。陛下，3名刺客的根底已经查明。范闲现在在广信宫，正在开膛破肚。如果这个医术能够传承的话，此乃殉国之大福也。说来好生奇怪，如果没有如此重创，
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。随他娘。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？有任何本事都会献给陛下，是吗？为了救驾，连命都不要了，什么比命还重要？有道理，进来吧。说话呀！平稳些了。没封锁。范小姐，此等医术可退鬼神。树李某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，传赐绝学。等哥哥醒了，我再问问他。我现在叫醒他。伤成这样了，合适吗？哎呀呀，惭愧惭愧呀！你看我这糊涂的，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。行，该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让我小师弟好好休息。来，哎呀，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送汤药来。好学。你的嘴紧张，嘴唇要破了。我也是，手术都做完了，才开始后爬。